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去了。美国财政部刚刚公布的最新数据，狠狠地甩来一记耳光，中国已经不是美国国债的第二大持有国了。谁取而代之？是英国。曾经那个在金融上对美国最有分量的话语权国家，如今滑落到了第3位。是的，中国退位了。根据2025年5月16日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，中国3月减持了189亿美元美国国债，总持仓跌到了7654亿美元，排名第3。而英国却一口气增持了将近300亿美元，总额来到7790亿美元，反超中国。日本稳坐第一，持仓11308亿美元，几乎是中国的1.5倍。你没有看错，那个曾经日不落的英国，在美国国债市场上超过了中国。这不是第一次了。自2022年4月起，中国的美债持仓就一直低于1万亿美元，而且一年比一年少。2022年减持1732亿美元，2023年减持508亿美元，2024年减持573亿美元，3年合计减持2813亿美元。而到了2025年3月，减持突然加速，又一口气砍掉189亿美元，比2月的增持还要多。中国正在被自己主动切割掉。这不是调整资产配置，这是一场政治与经济合谋下的战略撤退，是我已经不相信你了的赤裸表态。可问题是，这场撤退，中国能承受得起吗？中国曾是美债最大的买家，靠着这些债权，每一次中美博弈都有底气。可现在呢？就算美国在割中国韭菜，中国也连话都不敢大声说了。2025年3月，全球持有美债总量增长了2331亿美元，创下历史新高，达到了9.05万亿美元。日本、英国、加拿大、比利时、开曼群岛统统增持。而中国在集体抢筹的时候选择了抛售。为什么？官方说是多元化配置，专家说是降低美元资产风险，但现实却是中美的金融纽带正在一点点被剪断。曾经的中美共赢，现在变成了中美冷战。曾经的你中有我，如今成了我不要你。而更恐怖的是，中国已经没有能力挽回了。2025年4月，美国总统川普对全球主要国家发动了对等关税的新一轮贸易战，全球市场一度抛售美债、美元，甚至美股。可这种波动也仅仅是短暂的。4月份，美债收益率从 3.86% 飙升至 4.59%。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美债正在变得更有吸引力。世界各国都在加仓，唯独中国在退出。不是不想买，而是中国买不起了。中国外汇储备在缩水。2021年末还有 3.25 万亿美元，到2024年底只剩下 3.1 万亿美元。而且这 3.1 万亿里，真正的自由可支配部分不到一半。维持人民币汇率，稳定外贸出口，支撑“一带一路”，每一分钱都捉襟见肘。买美债，先看看有多少钱能花。更可悲的是，抛售美债并没有换来什么实质回报。2025年一季度，中国经济数据依然惨淡 ，GDP 增速仅 3.4%， 青年失业率反弹至 21.3%， 房地产投资同比下降 8.9%， 工业增加值增长 3.1%， 创近10年最低。北京还以为自己是金融博弈的旗手，其实只是流动性枯竭的那一方。就在减持美债的同一周，中国人民银行宣布降准。5月15日，年内首次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0.5个百分点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又要放水了。此次降准预计释放流动性1万亿元人民币，
看似是利好，却实实在在加剧了通胀风险。专家警告，这是一场对老百姓财富的慢性掠夺，因为货币放得越多，钱就越不值钱。工资没变，可菜价涨了，房租涨了，服务涨了，中国人正在被静悄悄地偷走购买力。我们看一些最新数据：2025年4月，中国 CPI 同比上涨 0.9%， 但食品价格上涨 3.2%。猪肉价格年初至今上涨 21.6%，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低于 GDP 增速。还以为这只是暂时性的，不好意思，过去5年，中国已经暂时性的太久。从2019年疫情爆发到2025年放水不停，每一年中国都在被迫用未来的钱来解决现在的问题。中国老百姓的钱正被一点点贬值吞噬。可怕的是，这场货币的稀释游戏伤的不是权贵和高官，而是每天为生活奔波的普通人。中国人的存款没有变少，但能买的东西却一天比一天少。这一切的背后是一场普通中国人无法逃脱的财富贬值陷阱。中国官方公布的4月 CPI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0.3%， 看似通胀温和，但背后真相却是通缩的阴影和滞涨的双重打击。猪肉价格暴跌，服务业复苏无力，消费信心持续低迷，这些表面温和的数据掩盖了最底层人民生活困境的冰山一角。再看看 P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，已经连续19个月为负。2025年4月同比下滑 2.5%， 意味着企业卖出产品的价格越来越低，利润持续被压缩，亏损不断扩大。这不是企业的短期阵痛，而是大范围产业链的系统性死亡。企业不赚钱，就意味着裁员、降薪、停产。而你就是被这场风暴吹翻的那片树叶。与此同时，中国对美债的抛售还在继续。2022年减持1732亿美元，2023年减持508亿美元，2024年再减持573亿美元。到了2025年，刚开年还曾短暂增持，可仅仅3月就再次大幅减持189亿美元。这不仅是一个国家脱钩美元体系的金融操作，更是一个国家失去信任的经济信号。要知道，中国曾是美国国债的第1大持有国，那是中美蜜月期的象征，是全球最大贸易顺差国的光环。而如今，英国竟然超过中国，成为美债第2大持有国。这不只是国债数字的变化，而是中美关系、国际信任、金融安全的巨大滑坡。一个国家从全球最大的出口国、美元债权国，变成今天躲债、弃债、脱钩的角色，这背后的巨变比任何一句外交辞令更扎心。更可怕的是，中国内部的金融市场也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剧烈抽搐。比如最近的银行理财产品，你还敢买吗？证券时报披露，2024年底以来，超过30%的银行理财产品连续亏损，部分产品净值已低于 90%。银行不再是安全避风港，理财不再是稳赚不赔的游戏。看看存款利率吧，国有大型1年期定期仅为 1.45%， 活期更是低到 0.2%。而4月份城市 CPI 数据显示，蔬菜价格同比上涨 7.2%， 鸡蛋上涨 4.3%， 汽油上涨 3.8%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中国人存一整年银行的钱还不够付一次全家去超市的费用，更别提那些为了保交楼而被迫加杠杆的购房者，面对利率依旧高企的房贷，每月的还款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。楼市的冰封状态没有缓解迹象，而房产税的影子却越来越近。对年轻人来说，一套房的首付已经不是省几年工资就能凑出的了，而是一生努力都看不到希望。
2025年第一季度，全国出生人口为141万，而死亡人口为161万，这是连续第5个季度出现人口负增长。这不是简单的生育意愿低，而是整个社会对未来彻底丧失信心。活着很贵，生孩子更贵。这不仅是网上的调侃，而是无数家庭心照不宣的选择。你可能会问，中国政府不是说经济在复苏吗？是的，他们说的没错，复苏确实在路上，只不过那条路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虚幻，就像一个快溺水的人，嘴里还在喊着我很好。而真正的真相是 GDP 增速疲软。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，2025年第一季度 GDP 同比增长仅为 3.5%， 远低于全年 5% 以上的目标。外贸出口连续3个月同比负增长，3月出口同比下降 7.3%， 进口下降 5.6%， 外需持续疲软。全国31个省市中，超过20个财政赤字扩大，地方债务高达40万亿人民币，偿债压力山大。养老金缺口逐年扩大，根据社科院数据，到2035年，中国养老金将首次出现系统性亏空。这些冷冰冰的数据正在一刀刀地割向所有人的神经，尤其是中产。当年喊着财务自由的人，如今连房贷都交不起；曾经为孩子报10几个兴趣班的人，现在开始算每一顿饭的菜价；过去拼命加班、熬夜、上进的人，如今最大的愿望是别被裁。你还以为自己有选择，但其实只是还没轮到你而已。